那我觉得是一种回归吧。我呢是纯正的云南人，因为这个菌宴呢，其实呢代表了就是每一年一个开始吧，一个新的开始，然后呢就做这种菌宴。雨季一到，诸菌结出，空气里到处都是菌子气味，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。汪曾祺笔下所描绘的便是此时的云南。几小时前还躲藏在山林中的野生菌，现在成了木水花市场万人瞩目的主角。云南有多达200多种的可食用野生菌，看着让人眼花缭乱。哎，这个就是散开打开的青头菌，打开的就不值钱，一般是骨朵的时候呢是最好吃的。哦，刘鑫被誉为把握云南菜命脉的烹饪艺术家，近30年的滇菜烹饪经验，上百种菌子的做法，他都烂熟于心。我呢是纯正的云南人，我从事这个滇菜这个行业呢，差不多大概27、8年了吧。从小呢就是我奶奶把我带大，然后呢，并且呢就是奶奶做的饭，包括做的菌都特别好。作为滇菜入京的开创者，刘鑫认为北京的云南菜都属于比较传统的滇菜，一直没有发挥出云南所独有的野生菌优势。数年间，他将记忆中故乡的味道创新地表现在菌宴之中。而这次，他和法餐大厨史法兰一起，想要将中西烹饪技法相互融合，赋予菌子宴新的意义。吃菌在法餐中呢也有很长的历史了。2000多年前，法国就有厨师利用这个野猪来寻找这个生路。我们一直在想的要做这么一台事情，就用云南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野生菌做一次菌宴。云南的这个食材的丰富性，造就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菌子宴。今天带你来认识一个云南的菌王。菌王？嗯，对。厉害。云南有个人叫林进喜，他呢是云南的菌王，中国知名的餐厅基本上都是他在送。这个人呢特别的实在，并且呢他的菌的质量呢非常的好。那么这个就是云南的菌王了，老林哦，老林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来自台湾的史法兰，他是专门做法餐的。做法餐。对对对，他也想就是接下来呢可能会涉及到云南的一些这个云南的野生菌啊，可能就是要向你请教了。刘鑫在这次菌宴中想要准备一道菜，叫风煎牛肝菌。这道菜最大限度保留了菌子的原味，因此对菌的要求比较高。这个一定要硬，捏着一定要硬。哎，我看，啊，一定要捏。我相当于是要做那个煎的那个牛肝菌，就原来就是用的冻的那个，但是呢，如果是用冻的，这一次也不合适，因为一般是用剑手青来做，但剑手青的一煎呢，它容易发黑。因为云南的牛肝菌呢有200多种，像剑手青、像黑牛肝、像黄牛肝、白葱牛肝菌，在我们当地也叫白牛肝，它的安全性非常的好，它是可以生吃的。很多时候呢，就是很多食材呢不能满足我，就构思了这个行为之力。我们从昆明到义溪，我们还到了楚雄，然后呢又到了大理。其实呢都是跟农田里面、森林里面的很多的食物是相关的。
黑皮鸡枞这个菌啊，是在云南它是非常名贵的一个菌，并且是云南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菌。它为什么叫鸡枞菌呢？就它的纤维特别像鸡肉，并且有鸡肉的香味，所以呢叫鸡枞菌。鸡枞呢是不能洗的，一洗它容易进水，破坏这个鸡枞的这个口感。然后呢，鸡枞削完皮以后呢，切滚刀。虾呢，这个去虾线，就要把它的那个虾肠给去掉。其实这道菜它就是主要是鸡枞和这个鸡尾虾，典型的山珍和海味的一个结合。这道菜呢是选自江浙一带的嘉州的方法来做的，就像厦门这边它有酱油水，用酱油，然后呢加上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鲜甜味呢，慢慢收制出来的。虾呢有它的就海鲜的那种鲜香鲜甜，而云南的这个鸡枞呢也有它这种植物的这种本草的这种鲜甜。其实两个鲜甜的在一起呢，是我觉得是甜上加甜。故乡的味道深深地扎根在刘歆的记忆中，伴随着他走南闯北。而儿时味道的回忆，故乡的情感，被刘歆浓缩在了一餐之中。菌子宴寄托着刘歆的情感与愿望。我经常会用这个菌宴呢，就是请一些好的朋友，或者呢就是一些知名的美食家之类的过来品鉴。是今天晚上的菌子宴啊？对，就是说每一道菜都是有菌子的。对，这个是古蜀菌，这个呢是火腿鸡枞，然后呢还有这个当地这个泡酒的这个梅子来蒸的这个午餐鱼。这个呢是剑手青黄焖土鸡煎烤的这个牛肝菌，泡椒对蒸的这个鸡枞，然后这个是毛豆奏椒炒的这个鸡油菌，放到大家旁边的这个是鸡枞煲，松茸，然后炖的一个土鸡。松茸在云南叫臭鸡枞，它的香味呢更特殊，清香味比一般的菌要更浓。把松茸吃到嘴里面是不能张开嘴的，张开嘴的话，它的香味会漏出去。在刘歆的菌子宴中，松茸必不可少。为了将其独特的风味发挥到极致，刘歆融合了中西烹饪的技法，开发了鲜松茸原汤炖饭。炖饭呢，其实是看到石法兰他做这个，可能中国人呢吃不惯这个饭。因为这个米饭呢做出来以后呢，它是有夹生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呢就在它的炖饭的基础上呢，加入了我的一些东西呢，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松茸炖饭。汤炖的那种饭，就里面呢没有菜，但我这个呢就是你既看得到完整的松茸，又能吃得到那种菌香的那种浓郁的那种味道，浓浓的菌香味。米粒呢是有点稍稍的有点发硬。但是呢，会让你觉得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。刚请教一下啊，请问经你手做过的菌子大概有多少种？20-30种吧。20-30种。对。其实做菌宴呢，其实对我很重要。为什么重要呢？一个是总结，一个呢是提升。从小，因为我们对云南人对菌的这个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就是每一年我们做菌呢，代表了给云南人到了夏天的一个新的开始。那我觉得是一种回归吧。
早在6000多年前，云南人就已经学会在自然中寻找这种神奇的美味。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，更是由口入心，将情感融入味道之中。美食就这样随着人们的迁徙，不断转化和融合。即使身处异地，总有一天，记忆中神奇的味道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他乡重现。